沙特又犯糊涂了，价值2万亿的基建项目跳过中国，直接选择美国承包，这是在示好美国吗？沙特与中国之间的故事还要从80年代说起。当年沙特为了防备萨达姆的进攻，沙特皇室可谓是求变了人。可由于当时的美国要支持以色列，所以没有答应沙特的军火贸易。于是沙特皇室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到了中国。因为当时的沙特与我国并没有建交，我们对他们不了解，也不敢拿出太先进的武器售卖。但当时的我们又太穷，于是出于原则考虑，同意了出售。30余枚东风导弹被送往沙特，价格只定在了1亿美元一枚，可谓是人情满满。到了1990年，萨达姆吞并科威特后，大军直逼沙特边境。这时候的沙特国王立马下令，将多枚东风-3导弹运输画面以及发射画面在电视台轮番播放。看到影像画面后的萨达姆陷入了沉思，然后沙特平安了几十年。在那之后，沙特与中国开始建立外交关系，双方的合作也变得更加频繁。中国的红旗防空导弹系统、翼龙无人机等军事武器都卖给了沙特，让沙特的国防实力开始不断增强。另一边，中国的基建实力，沙特也是看在眼里的，例如港珠澳大桥、三峡大坝等工程，美国的汉密尔顿大桥、阿尔及利亚的甘塔斯隧道等，无论是多么困难的工程，中国似乎都能完成。可即便如此，沙特这个项目依旧没有选择老朋友中国，而是选择了美国。难道美国的基建实力很强吗？美国基建极度拉胯，国内工程引得众民不满。2023年6月11号，美国95号洲际公路的高架桥发生部分坍塌现象，起因是一辆油罐车发生了爆炸，造成了这场事故。可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老化的桥梁已经不能支撑更多的大压力了，而这还不是特例现象。例如布伦特斯宾塞大桥作为交通要道，却因为年久失修的原因成为了交通堵塞。即便政府规划36亿美元修缮大桥，却还要面临着成本超支、工期超过10年的问题。更不用提及美国很多基础建筑都在面临着类似的问题。根据美国道路和交通建设者协会8月发布的数据显示，全美1/3的桥梁都需要修缮，这需要75年才能完成修缮。美国的基建实力已经落后到了这样的地步，以及加州的高铁计划从2008年计划修建开始，直到今天也依旧没有完成。很多民众对于这一点也是有着相当不满的情绪。毕竟美国政府当初许下的高铁承诺还历历在目，可即便美国基建如此拉胯，沙特为何还要选择美国呢？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深层次原因呢？近些年来，沙特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亲密，而中国也是对于这位中东的朋友热情相待，帮助沙特与伊朗重归于好，大大提升了在中东的话语权。美国自然是不想看到这幅景象的，毕竟中东地区早已被美国视为自己的后花园。沙特这次的基建项目，与其说是通过竞标给美国的，还不如说是美国抢去的。毕竟美国的霸权主义依旧盛行在中东地区，面对这种威胁，沙特作为一个小国家，话语权还是微弱的。更何况美国还承诺了给予 F-35 战机等优待，也让沙特从中弥补了一些损失，最终拜倒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之下。对于美国来说，这次承担沙特的基建项目可以大大缓解国内经济的运行压力，但能不能完美的完成这个项目就是另一回事了。如若不能按要求完成，反而会赔偿天价巨款，同时相当于自取其辱了。